大家好，我是丽姐，欢迎大家来听相亲故事，感谢大家的订阅。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故事真是让人又惊又喜又感动。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人生的道路啊，真的是充满了各种不可预料的转折。缘分这东西，你永远猜不到它会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悄悄来敲门。我们的女主角叫做顾佳音，今年29岁，是大陆某知名连锁酒店的千金大小姐。在她的人生前28年里，可以说是顺风顺水，走到哪儿都是众人羡慕的焦点。佳音从小就被培养得十分优秀，琴棋书画无一不精，钢琴10级，国际象棋比赛冠军，书法展获奖无数，国画更是被收录在了市级美术馆中。家里有钱的小孩子嘛，从小接受的教育就不一样。顾家的产业遍布大江南北，旗下拥有数十家5星级酒店，每年营业额都是以亿为单位来计算的，妥妥的豪门世家。顾佳音身为家族唯一的继承人，自然备受宠爱，但她并没有像其他富家小姐一样变得娇气任性，反而更加努力。大学毕业后就进入家族企业工作，从基层做起，一步一步学习管理经验。爸爸，我相信我能把顾氏酒店做得更好。刚毕业那年，佳音对父亲信心满满地说。顾父欣慰地笑着点点头，我的女儿长大了，有主见了。好，爸爸相信你。谁知天有不测风云，就在顾佳音接手公司第3年，一场突如其来的商业风暴彻底改变了他的命运。顾氏酒店被一家神秘的公司恶意收购，对方来势汹汹，用尽各种手段打压顾氏的股价，散布不利传言，甚至收买内部高管背叛。顾父日夜操劳，终于在一次重要的董事会上，因为激动过度突发心脏病当场离世。爸爸，爸爸，你醒醒啊，你不能丢下我啊！佳音抱着父亲冰冷的身体嚎啕大哭，但再多的眼泪也换不回父亲的生命。父亲走后，顾佳音更是雪上加霜。那家神秘公司趁机全面接管了顾氏酒店，不仅把他赶出了公司，还冻结了所有顾家的资产，留下巨额债务要他偿还。一夜之间，顾佳音从人人羡慕的千金小姐变成了负债累累的穷人。更可怕的是，就在顾父葬礼后的第3天，佳音在回家的路上遭遇了车祸。当时他正开车回公寓，突然一辆大卡车失控，直接撞向他的车子。他的车子被推着向前滑行了几十米远，最后撞在路边的护栏上才停下来。那一刻，我以为我要死了。佳音后来回忆那场车祸时，眼中依然充满恐惧。虽然幸运地保住了性命，但医生的诊断结果却让佳音如坠冰窟，脊髓严重受损，很可能终身瘫痪，再也无法站起来走路。医生，真的没有其他办法了吗？佳音绝望地问。很抱歉，按照目前大陆的医疗水平和你的伤势状况，康复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医生的话如同判决书一般沉重。佳音躺在病床上，看着惨白的天花板，觉得人生已经走到了尽头。父亲离世，家业被夺，自己又沦为残疾人，这一切打击接踵而来，让他几乎崩溃。就在他最绝望的时候，病房的电视上正好播放了一则新闻，台湾脊髓神经修复领域取得重大突破，台北长庚医院陈医生团队成功治愈多例被判定为终身瘫痪的患者。那一刻，佳音的眼中仿佛又重新燃起了一丝希望的火光。台湾的医疗技术这么厉害吗？他喃喃自语。在大陆，很多人对台湾的印象可能还停留在小岛比较穷这样的固有印象上，但实际上，台湾的医疗水平在很多领域都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尤其是在精密医疗和神经外科方面。通过在医院认识的一位护士帮忙，佳音联系上了台北长庚医院的陈医生团队。在视频会诊后，陈医生表示他的情况虽然复杂，但并非完全没有希望，建议他来台北接受进一步的检查和治疗。但我现在一无所有，怎么去台北？治疗费用又该怎么办？佳音苦笑着自问，命运似乎又一次向他伸出了援手。他曾经的大学室友林小美得知他的遭遇后，毫不犹豫地伸出了援手。小美在台北有一套公寓，主动邀请佳音去台北住，并帮他联系了医院安排治疗。小美，我真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佳音哽咽着说。别这么说，我们是好姐妹啊，你以前在学校那么照顾我，现在是我回报你的时候了。小美温柔地说。
就这样，在朋友的帮助下，佳音来到了台北，开始了她全新的人生旅程。台北长庚医院神经外科中心，顾小姐，我是陈志远，你的主治医师。一个身材高大、戴着黑框眼镜的男医生推门而入，他的声音温和却充满力量。佳音抬头看向他，阳光从窗户洒进来，照在这个男人身上，给他镀上了一层金色的光芒。不知为何，他的心跳突然加快了。陈医生，谢谢你愿意接收我这个病人。佳音轻声说道。陈志远微笑着点点头，不必客气，这是我的职责。我看过你的检查结果，情况确实比较复杂，但我们有信心帮助你重新站起来。真的吗？佳音的眼睛一下子亮了起来。大陆的医生说我可能永远都站不起来了，医学是在不断进步的。台湾在神经修复和再生医学方面已经走在了世界前列。陈志远的语气中充满自信。我们这里有最新的神经干细胞培养技术，还有精准的脊髓电刺激疗法，以及全亚洲最先进的智能康复机器人，这些在大陆可能还没有普及。听到这里，佳音有些惊讶。在他的印象中，台湾只是一个小岛，经济应该不如大陆发达才对，怎么医疗技术却如此先进？陈志远似乎看出了他的疑惑，笑着解释，很多大陆朋友来台湾时都会有这种疑问。其实台湾虽然地方小，但医疗体系却非常完善，尤其是全民健保制度，让每个台湾人都能享受高质量的医疗服务。而且台湾医学界与欧美日等国家的交流非常密切，新技术引进速度很快。原来如此，佳音若有所思地点点头。好了，先不说这些。陈志远正色道，我给你制定了一套完整的治疗方案，包括手术、药物治疗、康复训练和心理辅导4个部分，将会持续至少半年时间，治疗过程会很辛苦，你做好心理准备了吗？佳音坚定地说，只要能重新站起来，再辛苦我也愿意。陈志远满意地笑了，有这份决心就好，那么我们下周进行第一次手术。就这样，佳音的治疗正式开始了。手术非常成功，陈志远运用最新的微创技术，为佳音修复了部分受损的脊髓。术后则是漫长而艰辛的康复期。每天早上7点，陈志远准时出现在病房，检查佳音的恢复情况。上午9点到11点是电刺激治疗时间，下午2点到4点则是康复训练。整个过程极其痛苦，佳音经常疼得满头大汗，但她咬牙坚持，从未喊过一声停。你真的很勇敢。有一次，陈志远帮他按摩僵硬的腿部肌肉时，真诚地说道，我见过很多患者，但像你这样坚强的真不多。佳音勉强挤出一个笑容，没办法，人生已经跌到谷底了，不努力往上爬还能怎么办？陈志远静静地看着他，眼神中充满了某种难以言喻的情感。日子一天天过去，佳音的病情逐渐好转。3个月后的一天，在康复室里，陈志远扶着他尝试站立。佳音，慢慢来，把重心放在我手上，然后试着用力。佳音惊呼一声，她感觉到自己的脚似乎能够支撑一点点体重了。我站起来了。我真的站起来了吗？她激动地看向陈志远，泪水已经模糊了视线。陈志远也激动不已。是的，你做到了。虽然现在只能站几秒钟，但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那一刻，佳音激动地抱住了陈志远，泪水打湿了他的白大褂。陈志远先是一愣，然后轻轻回抱住他，轻拍他的背，像哄小孩一样安慰他。没事了，没事了，你已经做得很好了。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佳音发现自己对这个医生的感情有些不一样了。每天早上，他都会期待着他推门而入的那一刻。每次治疗时，他都会偷偷注视他认真的侧脸，甚至晚上做梦，梦里的主角也变成了这个温柔却坚定的男人。我这是喜欢上他了吗？佳音躺在床上自问道。但很快他就否定了这个想法，不可能的。我现在一无所有，还是个病人，怎么配得上他这样优秀的医生？可命运再一次给了佳音惊喜。在一次例行的康复训练后，陈志远突然说要带他去医院外面转转。外面，可我还不能走很远。佳音有些担心。没关系，我推轮椅。陈志远笑着说，你已经在医院里闷了4个月了，
是时候呼吸一下外面的新鲜空气了。就这样，陈志远推着佳音来到了医院附近的一个小公园。初春的台北，樱花正盛开，粉色的花瓣随风飘落，美得像一幅画。好美啊！佳音由衷感叹。陈志远站在她身后，轻声说：“是啊，很美。但在我眼里，有人比这樱花更美。”佳音疑惑地回头，发现陈志远正深情地注视着她。陈医生，你，佳音，其实从第一次见到你，我就被你身上那种不服输的精神所吸引。陈志远单膝跪地，平视着佳音的眼睛。这几个月来，看着你每天忍受痛苦却始终不放弃的样子，我越来越被你打动。我知道现在说这些可能不合适，你还是我的病人，但我控制不住自己的心。佳音惊讶地捂住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我喜欢你，佳音。无关你的家世背景，无关你是否能完全康复，我只是单纯的被你这个人吸引。陈志远真诚地说。泪水再次从佳音眼中涌出。可是我现在一无所有，家道中落，还是个病人。在我眼里，你是全世界最勇敢、最坚强的女孩。陈志远握住她的手，我不在乎你有没有钱，我只在乎你这个人。而且你的康复情况比我预想的要好得多。我相信不久的将来，你一定能完全站起来，像正常人一样行走。樱花树下，医生向患者表白的这一幕，成为了佳音人生中最难忘的时刻。然而命运从来不会一帆风顺，就在佳音的康复进入关键阶段时，她意外得知那个夺走顾氏酒店的神秘公司背后竟然与陈志远的家族有关。这个突如其来的发现让佳音陷入了巨大的矛盾和痛苦中。她该如何面对这个既是她救命恩人又与她家族仇敌有关的男人？爱情与仇恨的天平在她心中不断摇摆，这不可能，一定是哪里弄错了。佳音无法接受这个事实，心中掀起了惊涛骇浪。事情是这样的，那天小美来医院看望她，无意中提到最近酒店业的一些新闻。哎呀，佳音，我听说你们家的酒店被收购之后，现在改名叫陈氏国际酒店了，你知道吗？小美随口说道。陈氏。佳音心头一震，具体是什么情况？你知道多少？小美被她急切的语气吓了一跳。我也是听别人说的。好像是台湾这边的陈氏集团跨海收购的，老板叫陈志明还是陈志强的，记不太清了。这个消息如同一道晴天霹雳，狠狠击中了佳音。陈志明，这个名字跟陈志远也太相似了吧。他急忙上网搜索陈氏集团的资料，结果发现陈氏集团的创始人正是陈志明，而他有个儿子叫陈志远，是台北知名的神经外科医生。虽然网上的照片有些模糊，但那轮廓、那眼神，佳音不会认错，正是他的主治医师，正是那个在樱花树下向他表白的男人。原来这一切都是个局。佳音瘫坐在轮椅上，感觉整个世界都在崩塌。他接近我是为了什么？是为了羞辱我吗？还是为了确认顾家真的已经没有翻身的可能了？当天下午的康复训练，佳音找借口取消了。他不知道该如何面对陈志远，不知道该如何隐藏自己内心的震惊和愤怒。傍晚时分，陈志远还是来了。他推门进来，脸上带着一如既往的温柔笑容。听说你今天不舒服，我很担心，特意来看看你。陈志远走到床边，关切地问道。佳音努力控制着自己的情绪，勉强挤出一个笑容，没什么，就是有点累了。那就多休息。陈志远伸手想摸她的额头，却被佳音下意识地躲开了。陈志远愣了一下，眼中闪过一丝疑惑，但很快又恢复了平静。佳音，你好像有心事，能告诉我吗？没有，真的只是累了。佳音低头避开他的目光。陈志远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轻声说，如果有什么事，随时可以告诉我，我会一直在你身边的。听到这句话，佳音几乎要冷笑出声。一直在他身边，是为了看他的笑话吗？是为了彻底毁掉顾家最后的希望吗？接下来的几天，佳音变得沉默寡言，尽量避免与陈志远有太多接触。他知道自己的康复还需要他的帮助，但内心的矛盾和痛苦却让他无法像从前一样自然地与他相处。陈志远察觉到了他的异常，却不知道原因。1周后的一个傍晚，他守在佳音的病房外，等他做完最后一项检查。
佳音，我们需要谈谈。陈志远的语气很坚决。佳音咬了咬嘴唇，最终还是点了点头。他决定直接质问他真相。他们来到医院的屋顶花园，夕阳西下，整个台北城披上了一层金色的光芒。在这美丽的景色面前，佳音的心情却如同暴风雨前的大海，汹涌而不安。这段时间你一直在躲着我，为什么？陈志远开门见山地问道。佳音深吸一口气，直视着他的眼睛。陈志远，你是陈氏集团陈志明的儿子吗？陈志远明显愣了一下，然后缓缓点头。是的，他是我父亲。但这和我们之间有什么关系吗？你父亲的公司是不是收购了顾氏酒店？佳音的声音有些颤抖。陈志远皱了皱眉，似乎没想到他会问这个问题。是的，大约半年前吧。这是个商业决定，我很少参与公司的事务。等等，你是说顾氏酒店？那不是。他猛然反应过来，难以置信地看着佳音。你是顾氏酒店的顾家人？佳音冷笑一声，没错，我就是顾佳音，顾氏酒店的继承人。你们陈家夺走了我家的一切，害死了我的父亲，还让我沦落至此。现在又来假装关心我，是为了什么？想看顾家最后的血脉如何在轮椅上度过余生吗？他的声音越来越高，眼泪也不受控制地流了下来。所有的伤心、愤怒、委屈在这一刻全部爆发出来。陈志远震惊地站在原地，脸色变得苍白。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他喃喃自语。我从来不过问公司的事情，我是医生，不是商人，你不知道。佳音讽刺地笑了，陈家的少爷怎么可能不知道自己家族做了什么？你救我，接近我，是不是也有什么目的？不。陈志远激动地打断他，我救你是因为这是我的职责，我靠近你是因为我真的喜欢你。这与家族生意无关。他走上前想握住佳音的手，却再次被他躲开。佳音，请相信我，我真的不知道你的身份，也不知道收购的具体情况。我已经很多年不过问家族生意了，我的世界只有医院、病人和医学研究。佳音低下头，不知道该不该相信他。他的理智告诉他不能相信，但心却在隐隐作痛。给我点时间，陈志远恳切地说，我会去调查清楚这件事的来龙去脉。如果真的有什么不当之处，我会尽我所能帮你讨回公道。佳音抬头看他，那双眼睛里的真诚让他不忍心完全拒绝。好吧，我等你的解释。但在这之前，我希望换一个主治医师。陈志远痛苦地闭上眼睛，但还是点了点头。我尊重你的决定。但你现在的治疗方案是我专门为你设计的，换医生可能会影响康复效果，我的康复我自己负责。佳音固执地说。陈志远无奈地叹了口气，好吧，我会安排王医生接手你的治疗。他是我的师兄，医术很好，你可以放心。就这样，佳音和陈志远之间筑起了一道无形的墙。但陈志远并没有就此放弃，他开始调查顾氏酒店被收购的真相。2周后的一个晚上，佳音正准备睡觉，突然接到了陈志远的电话。佳音，我查清楚了，你能不能见我一面？他的声音既急切又疲惫。佳音犹豫了一下，最终同意了。半小时后，陈志远出现在他的病房门口，手里拿着一叠厚厚的文件。我查到了整个收购过程的详细资料。陈志远坐下来，神情严肃，确实是我父亲的公司收购了顾氏酒店，但事情远比表面看起来复杂得多。佳音警惕地看着他，什么意思？这不是一次普通的商业收购，而是一场精心策划的报复。陈志远沉重地说，25年前，我的大伯陈志强和你父亲顾明远曾经是最好的朋友兼商业伙伴，他们一起创办了第一家酒店，约定共同经营。但后来因为一些误会和利益纠纷，他们彻底决裂了。这些我都知道，我父亲告诉过我。佳音点点头，但他说是你大伯先背叛了合作关系，事实并非如此。陈志远翻开文件，根据我找到的资料，当年是你父亲在背后操作，让我大伯背上了巨额债务，几乎倾家荡产。最后我大伯因为无法承受打击，服药自杀了。什么？佳音震惊地瞪大眼睛，不可能，我父亲不是那样的人。我也希望这不是真的。陈志远苦笑道，但证据确凿。我父亲这么多年一直在暗中调查，
终于找到了当年的关键证据，才决定对顾氏实施这场商业复仇。他把几份泛黄的合同和信件递给佳音，你可以自己看看。佳音颤抖着接过文件，仔细阅读起来。这些文件中确实记录了父亲当年的一些不光彩操作，包括挪用公款、做假账，甚至贿赂官员等。最令人心碎的是，有一封是父亲亲笔写给某位银行经理的信，明确指示要冻结陈志强的所有资产。这是我父亲的笔记。佳音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但为什么他要这么做？人性很复杂。陈志远轻声说，也许当时有什么我们不知道的原因，但无论如何，两个家族之间的仇恨已经延续了20多年。现在我父亲完成了他的复仇。佳音沉默了很久，他怎么也没想到自己引以为傲的父亲竟然做过这样的事，而自己现在的遭遇某种程度上也是父亲种下的恶果。那么我的车祸，佳音突然想到一个可怕的可能性。陈志远立刻明白了他的意思，坚决地摇头，不，那真的只是意外。我父亲再怎么痛恨顾家，也不会做出这种事。而且我已经查过监控录像，那辆卡车确实是因为刹车失灵才失控的。佳音长舒一口气，至少这不是蓄意谋杀。那我父亲的心脏病也是自然发病。陈志远肯定地说，商业上的打击确实可能诱发心脏问题，但这不是直接谋杀。佳音点点头，心情复杂地看着手中的文件。一方面，他为父亲的所作所为感到震惊和失望；另一方面，他又无法完全谴责自己深爱的父亲。那现在呢？佳音抬头看向陈志远，你知道真相了，接下来打算怎么做？陈志远深吸一口气，我会去找我父亲谈这件事。虽然两家有仇怨，但我不认为用仇恨延续仇恨是解决问题的方法。而且他停顿了一下，认真地看着佳音。我爱你，佳音，无论你是谁，无论你的家族与我的家族有什么恩怨，我都爱你这个人。佳音的心狠狠地颤动了一下，尽管理智告诉他不应该，但他无法否认自己对陈志远也有深厚的感情。给我一些时间，我需要好好想想，佳音最终说道。陈志远理解地点点头，我尊重你的决定。不管你最后怎么选择，我都会尽我所能帮你恢复健康。这是我作为医生的职责，也是我作为一个爱你的人的承诺。之后的日子里，佳音重新接受了陈志远的治疗。虽然两人之间仍有些尴尬，但专业的医患关系还是得到了维持。与此同时，陈志远也按照承诺去找父亲谈判。1个月后，在佳音进行到第6次电刺激治疗的当天，陈志远带来了一个好消息。我父亲同意归还顾氏酒店的部分资产给你。他兴奋地告诉佳音，虽然不是全部，但至少包括3家核心酒店和相关的土地。这足够你重新开始了。佳音惊讶地看着他，真的吗？为什么你父亲愿意这么做？因为我向他证明了延续仇恨只会让更多人受伤。陈志远认真地说，而且我告诉他我爱上了你，希望能结束两家的恩怨。一开始他非常反对，但最终还是被我说服了。佳音感动得泪流满面。他没想到陈志远会为他做到这一步，还有更好的消息。陈志远继续说道，根据最新的检查结果，你的脊髓恢复情况非常理想。如果一切顺利，3个月内你就能完全恢复行走能力。真的吗？佳音激动地问。真的。陈志远笑着点头，我的治疗方案在你身上效果特别好。你知道吗？我之前发表的那篇关于神经干细胞修复的论文，就是因为你的案例才获得了国际认可。你是我职业生涯中最成功的病例。佳音被这突如其来的好消息冲击得不知所措。资产即将归还，身体即将康复，还有一个深爱她的男人站在她面前。命运的转折来得如此突然，让她一时难以适应。佳音。陈志远走近她，轻轻握住她的手。我知道这一切发生得太快，也知道两家的恩怨不是那么容易就能完全放下的，但我希望你能给我们一个机会，给自己一个重新开始的机会。佳音深深地看着眼前这个男人，在经历了那么多波折后，他终于相信命运的安排有时是如此奇妙。也许正是因为这场变故，他才能遇见真正值得托付终身的人。
我需要一点时间来消化这一切，佳音轻声说，但我想我会给我们一个机会的。陈志远激动地抱住了他，在他耳边轻声说，我不会让你失望的，我保证。3个月后，佳音奇迹般地站了起来，而且能够自如地行走。他的康复过程被医学界誉为神经修复领域的典范案例，陈志远的论文也因此获得了国际大奖。与此同时，佳音也收回了属于自己的那部分资产，开始重建事业。他没有延续父亲的老路，而是创立了一家全新的精品酒店品牌，主打医疗养生特色，把台湾先进的医疗理念与传统的酒店服务相结合，很快就在市场上脱颖而出。1年后，在台北101大楼附近，佳音的第一家精品酒店盛大开业。开业当天，陈志远单膝跪地向她求婚。佳音，从你站起来的那一刻起，我就知道我们的故事会有一个美好的结局。你愿意嫁给我吗？佳音含泪点头，我愿意。台下的宾客们热烈鼓掌，其中包括陈志远的父亲和顾家的老朋友们。2个曾经敌对的家族因为一对年轻人的爱情而重归于好。婚礼在顾佳音的新酒店举行，简单而温馨。台北的樱花又一次盛开，仿佛在庆祝这对新人的幸福。想不到我从一个豪门千金变成瘫痪病人，又重新站起来，最后还找到了真爱。婚礼上，佳音感慨地对陈志远说，人生真是充满了惊喜。陈志远深情地看着他，无论你是豪门千金还是普通病人，在我眼里，你永远是那个勇敢坚强、永不言弃的佳音。我爱的是你这个人，而不是你的身份或财富。我也爱你，我的医生先生。佳音踮起脚尖，轻轻吻上他的唇。